的那把好像他也没死过。对。 所以来看一下吧，两边在这一小局的比拼，目前是狼队的赛点在蓝色方，然后快手的话呢在红色方。我们说到有没有可能来到句号、袁坦和静的轮次了？我觉得快手还是要找到自己敢拼敢打的样子，对，就给选手拿一些平时比较自信的英雄，即便5个英雄凑到一起，可能这个阵容的完整性不是特别高，但每个人都有这种操作的空间。有机会拼一拼，搏一搏。袁坦被ban了，然后快手这边同样也是ban掉了小胖的杨戬，今天应该是不会放了。哦，狄仁杰ban掉，鲁班大师倒是放出来了。鲁班大师，哎，他是笃定了狼队不会拿这手鲁班大师，他自己把狄仁杰ban了。就可能感觉到狼队他今天整体的架构就是我不是保着打的，我是一起冲的。是的，其实重庆狼队对于鲁班大师这个点的话。 他们一直都是很纠结的，他们需求度没有那么高。不要先拿海月，其实这个版本好打鲁班父子的射手，一个敖隐，一个狄仁杰嘛。敖隐的话，刚刚狼队用过，狄仁杰又被快手送上班位了。我感觉快手这么搬是在逼狼队拿鲁班大师，但是狼队偏偏就不接。那快手要不要接？快手。 你的无知自己接掉。其实快手如果把鲁班大师放给对手，他还有一些阵容是能打的。但是他不能在这个时候再放了，因为如果对面是2、3楼出的话，他其实一个位置已经不够打了。所以他们如果对面是1楼拿的话，其实他那一套老虎敖隐的体系打鲁班大师还在。 但是狼队没有按常规套路出牌，所以快手把这个鲁班大师接了，还补了一手句号的本命英雄静。他们也是防止对面小胖拿到静去打到鲁班父子的这一套。句号的静的话，他在自己 KPL 登场之后，目前是他 MVP 次数拿的最多的英雄了。他的静在队伍危机的时刻，选择了信任句号。 而狼队的话呢，在蓝色方知道对面要接父子的前提之下，也是拿了一套可以打父子的阵容，在他们的理解当中。大家关羽，但我觉得如果是敖隐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不要拿体系，拿一个能够保的。就右边拿一个能自己玩的，让鲁班大师跟着野河去打架。是的。但他最终选择了鲁班7号，那这样整体性。 是完整了，但问题就在于这把子阳他的选择是以跟着野河打进攻为主，还是说保着鲁班7号为主？是的，而且这把7号的环境不是那么好，因为对面的吃叉关羽和海月都是强冲的。后续快手的班位搬飞加上张良，然后狼队是继续搬一些和野河搭配比较好用的对抗路，狂铁加上蒙恬全部都搬掉。 黄铁、蒙恬、关羽抢了，这样留了一个能盯关羽的姬小满。是，但拿出来的话，整个快手的阵容就没有前排了。对，快手还搬了一个东皇张良全搬掉，但对面有个海月也能稍微盯一下句号的静。他整个班位感觉都是在为句号去做。 孙策，这样的话，快手补足的是一个拆火点，同样和关羽一起跑支援。然后快手这边的话，他主要打的就是自己的野蛇双核心了。是还行，就是也能跟关羽对线打支援，对，还能开，也有一定的坦度。对，但是他们用的少，这英雄用的很少。目标，哎，等一下，打野吃叉，打野吃叉有可能。 打野吃叉，守约加墨子，这个是很早用来早以前打父子很好用的一个组合了。是的，锁了。这个组合突然拿出来之后，看快手怎么应对吧。他中路还没选，打这种 poke 阵容理论上是要选强开的。对，其实打野吃叉的话，它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其实我们在他登场以后比较少见，基本上都是双边去做一个摇摆。这也是小胖在年总的第一把打野吃叉。我强行出火舞。 强行出红，抢节奏，打强开嘛，我也能盯关羽，要盯关羽，而且这把是中野全都是刺客属性，对，所以我说敖隐好一点，其实敖隐更搭，这种就是全员突进了，就不用管后排了，说实话，对，但他选了鲁班7号，那快手打起来团。 他其实挺容易造成这种自己前后排脱节了，因为有人想冲，有人想往后退，射手感觉这波我不好打。是的，战场容易被分割。他如果选敖隐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对。而且在最后这样选完之后，既然阵容已经确定了，
当快手这边掏出镜的时候，狼队这边又让小胖拿到了自己年总的第一把打野吃叉，他真正意义上变成了野核打野核。打野吃叉也挺厉害的，他其实发育会比对抗路要快很多的。是的，而且有双 buff。我们之前也用打野吃叉，效果如何？其实强度还是挺高的。这一局的话呢，其实狼队它是一个。下半图的话呢，就是我正常打一个2-2的对线优势，然后整体的话，它上半图都是可以出节奏的英雄。看一下海月和吃叉的这样一个联动，同样快手它的思路也是一样的。不知火舞和镜同样也是2个可以抢节奏的中野。但我说实话，这个阵容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快手压力很大，尤其是流浪跟句号，他火舞顶着对面的海月拿，然后句号这把他的镜拿出来之后是在2楼这个位置。然后对面这个阵容手还挺长，后排对吧？一个海月不是特别怕他了，另外一个是百里守约躲在100米之外的距离等着他去切。是的，就是感觉他们除非前期打得很顺，要不然打团的时候还真的挺拼的，容错率很低。对，我觉得快手这边有一个方案可以稍微的缓解一下吧。就是进出漏刀，然后出半漏装，然后去跟海月去博弈。换技能。对。如果镜跟海月能博弈到的话，其实孙策进场会很舒服，而且对面会很容易被孙策开刀。就是这会要求快手，因为他要站外面的战场。对，这样孙策开团的环境会好很多。就是哲教提出来的这种思路的话，就是需要快手他在打团的过程当中再多一些层次。他就不能只是那种我就冲一波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就是出装思路跟打法上的一个区别了。句号这把哲教的意思是他出肉刀，对，增加容错率的同时，他确实是可以去找很多的那种机会。对，他可以更多的去跟海月去博弈，然后骗他的技能啊，或者说就跟他一换一，极限1换1，然后让队友去守点。对，然后队友外面守点，然后孙策给孙策创造环境。而目前的话呢，在这场比赛当中，狼队是率先来到了赛点，而且经过了这几局的博弈之后，兜兜转转又绕回到了大家在赛前就非常期待的小胖和句号的野核对位。一边是刚刚完成登场5周年的小胖，他也是狼队目前待得最久的选手了。而快手这边的句号出道未满1年，但是出道即是状元，拿到了他目前自己职业生涯 MVP 次数最多的镜。这是一场非常非常纯粹的针尖对麦芒的野核对抗。进入到双方的这一局比赛，蓝色方重庆狼队，红色方苏州快手。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潇洒，我是九泽。这把双方没有换线。那对于狼队来讲，下路这个线能对到还挺舒服的。其实这把火舞环境很差，对，而且他是作为第10楼出的英雄，但是他顶着巨大压力出的这个英雄。是的，而且他抓人也不好抓，因为守约这边是能招视野的。如果守约这边没有照到的话，那肯定在上半区。哦，这个消耗很好。对，这种是能打优势。这个画面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几年前，几年前的那个版本。但其实今天在有一个局间的时候，当时哲耀就有说过，说墨子这个打到哪个时候，其实都是能创造一条优线出来嘛。是的，这对线能力没得说呀。对。下路的话，再消耗。过来解释，但想开，直接开，一丝血，一扇子，哦，命中了，第一滴血，流浪拿到。虽然这局流浪他的火舞的对局环境不是那么的好，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能体现出选手的价值。因为这种时候快手知道他这种值，他没有退路可言，没有退路了，没有退路，我不能等到你4级再动手的。对，我一定是要趁你还没有到4的时候，尽快的、尽可能的去出一些节奏。这把小胖他的吃叉带的铭文是隐匿百川。那他第一件应该大概率要做暗影战斧啊。对，其实打野吃叉第一件出暗影战斧会比电刀舒服。同样句号这边他的一个野刀也是攻击刀，红刀，对，红刀很拼，就是野核打野核嘛，就是要操作，就是要操作。然后快手下路的对线直接换到中路了，下路有点吃不消。而火舞在下路要跟守约单挑，哎呦，好凶，感觉守约有点头疼。但是因为火舞也没有到4级，
伤害量是差一段的。流浪太清楚了，再不发挥很难发挥了，再不发挥就要带着遗憾离场了。他不能等着狼队发育，必须要主动。但这波子焕海月有4级，是的，所以快手必须要先让一下。这边对抗路是想要拼这个，两边的打野都在，要打，都在路上，都在路上。对抗路先打起来，战场固定住，镜率先动手，关羽一推2个全部，而且把这个镜推出圈了，回头再劈一刀。但是小胖这个位置的话已经顶上去了，然后这边慢线往后走了。看一下萝卜这个位置能扛一段时间，海月过来了，直接选择可以把人带走。回头的话，小胖直接完成了收割。这波小胖没闪现啊。差那么几秒钟，而且海月当时卡住河道的位置很难受，火舞看到他也不敢往前走。确实，这4级跟没4级威慑力是不一样的。如果当时没有子焕卡着那个位置的话，快手的支援是能赶过来打一打的。而且当时小胖的情况很危机，不是他的队友海月跟关羽帮他拆火，他这波就没了。是的。刚刚关键时候给到了关羽和孙策2个开端点，刚刚其实樱花那一刀很重要，樱花那波的表现是真的很漂亮，他没有急跑的情况之下，他这波走位把孙策的大招躲了，对，他就是用自己的身法躲完之后回顶，直接把镜顶出了自己大招，对，要不然这波我感觉快手还是有优势的。而且樱花和句号的话，他们都是今年选秀一起同一批出来的选手，他们2个本身关系也很好，非常熟悉的好朋友，在这样的一个不是你淘汰就是我淘汰的对局当中，对，还是有些难受的。但是就是要全力以赴。4分钟，这位置狼队子阳率先动手，但闪现拉扯开，他想换一波技能，逼海月大招，对的。哎，直接这个大招逼出来了，而且火舞直接踢了进去，一波爆发，医生惨了，先往后走。然后这边的话，樱花进去也被做了一波拆火，开下镜的位置，超杀2技能。感觉句号这波没操作好，操作失误了。因为这波快手的前置铺垫已经做得很好了，开得很棒。先是子阳上去想骗子焕的这个海月大招，没骗出来，子焕是交闪换闪，然后后续是孙策开船。开到2个，然后把那个海月大招给扯断了。这个时候火舞再进场，层次感分明了，已经要打赢这波团，但是一个人没倒。这个时候进去之后，一顿操作没有操作出来，进大招没锁到啊，包括他后续出完大招之后，他的那个操作感觉也有些慌乱。是的，但这种时候就是不能慌乱，这也是非常考验一位选手的时候，压力很大。对。而狼队他们是非常稳定在进行发育，小胖目前的经济的话已经是4000多了，2个人头在身上。他也是本次年总自己的第一把吃叉，他这把吃叉也可以变成破壳流，跟着守约跟墨子一起去消耗。没错，就等你过来开我，你不开我，我就把你压在塔下。海月位置想要强行去开一波节奏，要留人，这个位置太深了，把位置卡开，点掉外塔做一个换塔节奏也可以。然后回头再拿龙。哎，这个下嘴炮差一点。是，但是感觉孙策先动了一下墨子的手，把这个线给清掉了。一个下嘴炮打断，好准啊！快手换节奏，不过中右关羽的位置是可以直接盯到鲁班7号的。对。看一下子焕有什么想法。这种刺客阵容带边线还是有优势。哎，这边直接进去换，哎，又把海月大招扯断了。海月一旦没有大招，狼队就缺少一个进攻点。但他这种被扯断的大招会返还一定的 CD。是的，差不多10秒。没感觉太赚。如果用闪现去扯大招，那有点亏了。对，就照技能互换上亏了。他主要扯完之后没有后续，他如果像刚才在中右那波，你扯完是为了后续火舞的进场，那是很赚的。是的，但是他刚才那种情况只是为了自保。看一下这个位置，关羽看到墨子这一波有链子，还是被带进去了。拉进去了以后，看一下外面抢地盘了。关键孙策的状态太差了，他开了一个苍穹，顶了一口，应该是能够出来，但是都是丝血。站出来以后，镜直接去锁海月的一个位置，然后关羽这边锁一个落点，大招想要去推，但是直接被躲开了，回头再
再一来兵甲3个，然后小胖一发剑落群星，收掉一人，再往关键控制，再往前追，但是句号这边的话也是反杀掉了小胖。看一下这一局，今天的手感太火热了。这波团战狼队打了个1换4，哇，这一波团战真的，狼队他的双边都完全发力了，但是句号刚刚呢也很秀了。其实右边这个阵容打起来团战观赏性会更高，但是你会发现左边这套偏 poke 的阵容，他打起来团战真的是8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感觉。小胖全场最高境界，蓝区的一个位置卡住，找到子焕秒掉，做了一些止损。但其实说到底，就是毕竟你有一个鲁班7号在，你的阵容还是会有一定程度上面受限的。打进攻的时候，就这个阵容会让他们打团的时候，自己会被自己拉扯。对，就你还是得注意到自己4位的位置。但快手想要抓住对面减员的这一瞬间，去做一些资源的止损，把经济往回拉一拉。这把快手带边线吧，边线是他们的优势。没错。打阵地战的话，他们耗不过左边。碰到吃叉了，率先动手定身，给到杀掉。这样句号跟流浪成为了这把快手做置换节奏的关键，包括这一局能不能就这样打顺的关键，就是中野。因为双刺客就是边线有优势。是的。碰到这种打野吃叉，他基本上是跑不掉的。所以能够看到句号和流浪的心率也是一路的在变高。但其实整体这一把目前的局势还是5-5开，对，比较均衡的一个状态。再开一条小暴君，因为这把边线，苏州开世机这边带出来还是优势，所以这个时候子焕其实很聪明，他直接去帮关羽带边线了。我们来回看这波，句号进场之后被关羽拆了。这墨子这个大招控的太棒了。然后关羽一个顶了3个，冰了3个，然后就是技能很精准。这波守约大闪配合墨子一炮先收鲁班7号，然后倒带自信一局，哇，打的对手都震惊了，这么准吗？这都杀吗？今天好多次了，就是一直抓着萝卜。这个百里守约现在不到10分钟。他马上要3件套了，对的，7300的经济。一个百里守约理论上他挺难在10分钟正常做出3件套的，他发育速度没有别的射手那么快的。对，要10分钟了。刀仔刚好掏出了破晓，这波很重要。苏州开世机有点急了，先手动龙，他们不能在这个龙对峙。有这个位置腰刀，交替闪现滋血，但是直接杀掉了腰刀。再看一下关羽过来赶位置，但是龙拉脱了，也倒了，就要拿了一手空刀坠落。能打？能打吗？近的大招还在 CD 当中，这边墨子控到那边2个，关羽大招再一顶，又是群控。但是他好像把，哎呦，关羽再踩一脚，卡住这边3个，给刀仔铺垫环境，拿到了6一个击杀。樱花的进场，他那个推让医生是大闪追进，然后最终的结果就是关羽一个人拖住了快手3人，旁边百里守约把落单的子阳这个鲁班大师给处理掉，然后再回头收龙。这关羽玩的太刁钻了。但他其实跟墨子的配合挺容易失误的，就墨子关人的时候，他一个顶或者一个大招就很容易把人卡视野，卡视野，腰刀，但是这一下直接把人接走。这波是鲁班7号自救，二技能把那个关羽的技能轨迹给打的偏移了。对。小心脏不行了。两边你看，这个新加入的这些选手啊，心率都是比较高的。打到这时候应该是非常兴奋的。对。7号说峡谷太风险太大。但这把说实话，妖刀它就是很难生存，这把。是的，但是刀派射手的话，他有绝学。哎。刀派出装吗？漏装。等一下。目前来看，他还是在做自己的正常的输出装。对的。这条暗影主宰对于狼队来讲还是挺好拿的。
主要是他们视野铺出来了以后，有海月藏住自己的位置，然后守约放眼的话，快手视野很难占。快手挤视野成本太高了，对他挤不出来，他挤上来就要被狼队打状态。但句号他这个位置啊，有想法，但是小胖已经把龙给控到了。骗了个大招。没事，反正子焕这个大招就是盯着你过来抢龙的，你敢抢我就敢大你，对，逼你撤退。而且被扯断的话，差不多10几秒就有了，很快。现在快手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他们只能说打一波非常漂亮的团。5000经济差。5000经济差。对，这种局势下想赢，只能靠对手给机会。狼队是压了3线过来的，狼队赛点又不是一个很急的阵容。是的，他就是一个推进的时候慢慢先消耗，不着急进场，盯着你的一些开团点就好了。反而是快手这种防守压力巨大的阵容，特别容易出问题，一波没防守好，就可能这个团战就没有办法止损了。是的，下路兵线过来，这一炮很关键。再拉扯，进都不敢上去交技能清线的。对，狼队再转中上。哇，道仔这个伤害对面有点扛不住啊。6000经济差，太难打了。这个越是到这种时候，越是不好开了。选手的心理压力会巨大，因为你一波开，很有可能就是对面直接终结比赛了。一定是。而且，除非你能瞬间秒掉道仔，这需要他们在这种高压环境之下有一个非常好的配合。对。而且他们要切掉的是目前年总场均死亡最少的射手道仔。是的，而且这个守约的一眼啊，在后期很关键。对，那种刺客很烦，根本就不好绕，没有太多机会，就是严厉。视野成本很高，关羽要找机会了。因为快手在试探的过程当中，没人好像注意到关羽，位置还不错，给到信号，点了链子过去动了一下，卡住位置，然后又顶到火舞，有篮板了，掉了，道仔无坚不摧，这波这边进换位过来，差一丝秒掉了，但是自己也有点难受，被小胖给收掉硬换。这一波7号没有输出环境啊。你看这波，哎，看一下萝卜有点想法，但是被这边反杀掉了。子阳这个位置大招要拉的是谁来管？要到这个位置没有环境啊！墨子再来一波给链子走不掉，小胖追着杀，感觉要团灭快手啊！关羽再来一刀收尾，小胖2连击破，团灭对手。中路的兵线在路上，狼队在掉到败者组之后，目前气势汹汹，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4比1战胜苏州快手，同时完成败者组。